它投上去，让我瞧一瞧怎么投。叫什么傲软？傲软什么什么？今天是学姐，手机、电脑、户头。我真的瘦了，我之前穿这个衣服有一点点紧绷的肩膀，今天不绷了，说明我又瘦了那么一点点。安卓机 iOS 投屏到电脑。我要放这个软件。然后我放弃了，我放弃了比较厚的内衣，所以显得人瘦一点。其实那个内衣很大的会显得人很胖很壮的。就是内衣千万不能穿的太厚太大，不然就会显得整个人很壮。真的是时尚感，就是轻薄感，就是不能有大胸。同样连一个 WiFi。看看能不能投。我看到了消费等级，我看到前面有级数，对，请听，我这边也，我看看能不能抽。我穿短袖子还多啊，你到底要穿多少？穿比基尼你就开心了吧？服了，真的。你喜欢看露的，你不要来虎牙看，真的是。喜欢看露的，你不要在虎牙看不到露的。这些人一个两个的。他说我穿的多，服了，真的。请确保你电脑和手机在同一个 WiFi 的网。可是我电脑不是 WiFi 呀。17。看能不能投屏，点击投射。点击投射进行扫描。投上去了，你们听得到声音吗？
就是那个音乐听得到吗？我就是想要跟你们投这个音乐，这个音乐特别的啊，好的好的，你先去吧。放一个非常牛逼的音乐，你们听响不响？声音是不是太响了？把声音搞轻点。要升级会员只能投9分钟。Oh my god! Oh my god! 什么都要付钱，哎啊！绑定手机号，我要投屏要付钱，稍等一下，该手机已经注册过。什么都是要付钱的，我是个人版终身或者账户。本地投屏有效期至终身，哎，那我这不是有吗？终身。哦，本地投屏是终身。OK， 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登录就好了。我再换一个，再换一个，我给你们换一个大脑电磁波的声音。停止胡思乱想。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不行。这个音乐叫停止胡思乱想，然后把这个声音稍微关轻一点。我的妈呀！这个音乐它是根据是那种你的大脑，根据你的大脑一些电磁波感受到的电磁波范围远。这个音乐叫停止胡思乱想，再给你们听一个啊。这个音乐叫做清理大脑的杂念，等一会儿给你们听一下。清理大脑的杂念是这样的。声音稍微调低一点。这个音乐叫做
清理大脑的杂念。等会儿我会给你们慢慢听的，先一个个给你们放一下，一个个给你们放一下。当你有杂念的时候听。然后这个音乐叫做激活大脑的潜能。这个音量是可以的吧？音量我现在调好，等会儿就不会突然之间把你们送走了。先看一下音量。音量 OK 吗？刚才那个真的把我送走了，我也差点被那个音乐送走。好，这个是叫做激活大脑的潜能，然后这个叫做小席脑波，也是脑波音乐，它就是可能在你想要睡一下、大脑休息一下的时候听的。我怎么觉得？我怎么觉得要什么恐怖的东西来了？我感觉鬼来了，这让我怎么小洗啊？这个，我感觉鬼来了哟。不行不行不行，这个不行，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大脑电磁波，这个叫做超强记忆力脑波，就是听了之后你的记忆力就会变好。听一下，提高学生的专注力和记忆力。靠词典中守护，不如直接开。你觉得你抽不中，你就可以直接开一个。今天唱歌吗？今天不唱歌。过几天唱歌。帮我调声音的那个人调了一半，他有事走了，所以我那个话筒还是没有调好。这是超强记忆力脑波，比方说我们第二天，谢谢小郭拌凉粉。第二天我们要考试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听一听这个音乐，听至少20分钟以上，应该是有用的。谢谢小郭拌凉粉，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把我送走，这个这个确实这个要把我送走了，这个我真的一听到我就感觉我的我感觉我整个人就笑死了，这个东西。好，我知道怎么用这个音乐了。就每次你们在看我的那个叫什么穿搭全身视角的时候，我就给你们放这个声音，让你们停止胡思乱想。停止胡思乱想。好，那等一下我们就选这几个声音好了。激活大脑潜能，细胞再生疗愈脑波，超强记忆力脑波，清理大脑的杂念。这几个音乐就可以了。大悲咒不能放了。
触电，笑死笑死。好了，听听音乐吧。今天晚上打播吗？可以呀、啊，你想打播就打。你看我把这个全部扣上，就显得我很乖的。很爱很美是谁唱的？眼镜不能戴这种眼镜，戴圆眼镜。我有个圆眼镜，把它戴上。我今天穿黑丝，这个衣服配黑丝，这个裙子。我戴了个圆眼镜。这是绿色的，跟我的裙子比较搭配。不可以放什么？不可以放，不可以放红色歌曲啊？真不可以放红色歌曲吗？我不知道哎。Hello， 紫色，什么属于红色歌曲啊？我都不知道。这个衣服是泰国的校服，是我这样就很骚啦，这样就没有学生妹的感觉了。清纯其实就是要把扣子全部都扣上，清纯就是要把扣子全扣上才好看。引起心意，我们以后直播间有个新词叫引起了他人的性欲。这是新词，我经常被B类遮罩的时候都是引起了他人的性欲，然后我就非常的无语。是我们直播间新词，因为我每次被 B类都是引起他人的性欲，我没有别的理由，都是什么引起他人的性欲。有的时候会漏沟啊什么的。谢谢无名先生的粉丝通行证，谢谢。Hello， 灰猫，晚上好。
今天晚上我们等一下放那种电磁波的音乐之后，配上我的就是手势，就这样施法，你们会很快会感觉到想睡觉的。就这种音乐，然后你再重复一个动作，就很容易能睡着。灰梦，你的粉丝牌已经21级了。对呀，今天就是这样子，今天是这样子。谢谢回你不爱，要不我们上个电视吧，上个磁铁。人慢慢变多了，上个磁铁吧。看看今天有没有人中，昨天中了3个，今天再中3个吧，那就可以中6个吧。没有卡牌子的可以卡一下牌子，虎粮没有送的可以送虎粮。昨天中了3个，要今天能中超手就好了。超手的话要10个磁铁起，如果你想中超手要10个磁铁起。大家上电视喽！现在放哪首歌？很美是吧？爱很美，看看有没有。诶，不对，这个是 MV 耶，他们没有那个单曲。没有，没有哎，它只有 MV， 还有这个翻唱只有。这个不算 JK， 这个衣服是泰国的校服。大家上电视，我们38大西瓜。Hello 奥特曼，晚上好。Hello GCNJ。哇，哎，不对，这个益达你是直接开的吧？你不是抽的？对啊，我以为你抽到了呢。谢谢益达的守护，谢谢。我在想，我还以为你运气这么好中了呢，一看，好像是开的。我以前不聪明吗？我一直都很聪明啊。这个没有原唱，原唱是个 MV。益达进一下我们的高级群。我是觉得，我是觉得我这边中守护是很难吗？我看别人那边咔咔中了，为什么我自己守护半天中不了一个？气死我！我的声音这么好听，天生的，喜欢吗？你看我老大不小了，但是每次打电话的时候，人家都以为我是小孩。
我那天打电话打到美容院，他们说我以为你是个小孩。哦，我说不是啊，我都是老女人了，不然我做什么胶原枪啊，做什么那个收肚子啊？就听声音以为我是小孩。哎，这个结婚到底，我觉得结婚是在你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事儿吗？为什么你们都会问一个女人她结没有结婚啊？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磊子哥，那我当然开心了，当然开心了。就是你问一个女人结没结婚是衡量什么呢？是判断什么呢？这个结不结婚对一个女人来说很重要吗？还是能判断成什么？男的也问，为什么呢？可是我是主播呀，你问我结没结过婚，你觉得跟主播会有结果吗？说实话，不要找女主播。虽然我是女主播，我不是很明白，因为很多人都会问你结婚没有，结婚没有，我不能理解。你其实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倒可以理解。你问我结婚没有，不能理解。其实我跟你们说，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结婚，基本都是名不副实，就是他们结着婚，实际上都是被利益牵扯住，让他们一直在一起。就是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特别幸福的婚姻。结婚是爱情的坟墓。虽然是我这么讲是不好的，就是大部分人也不提倡我这么讲，但事实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当然是也是有比较好的，也是比较有好的婚姻的，对，大部分吧，大部分我身边的人就我不是很想结婚，是因为我身边的几乎都不是特别的幸福，结过婚的人，就是婚姻可能对男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实际上我觉得对女人来说，我不是打女权啊。就是现在我是觉得婚姻对女人来说并不是特别好的事情。而且婚姻你结了婚也并不代表一辈子你就跟着这个人了，你就可以安全可靠了，也可以离婚的，只是离婚比较麻烦。而且很多人他结婚之后很多牵扯家庭啊什么的东西和意味就是我不想结婚。你结好了，你结好了，你可以结，你也可以喜欢结婚，但是我不想结婚。对男人也没有好处。为什么呢？为什么对男人没有好处呢？女人可以帮你生孩子啊，而且还有一个人倾诉，主要是还能扶持，就是而且你还有个长期的床伴，不好吗？而且你说这方面的话，肯定是男性的需求比女性更大啊。如果你娶了老婆，不就等于你有一个长期的床伴吗？婚前财产公证没有用啊，没有用啊！我跟你说，一个人他如果非常的有钱，然后他前面他婚前财产公证了，这个女人她冲着这个男人去的，后期结婚的时候钱是会给这个女人花，但是如果这男人破产了呢，那你夫妻之间产生的这些，是不是你作为你的妻子，作为这个男人的妻子，因为你们现在已经夫妻了，你要帮他承担他公司破产的这些负债，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就是没有用的。这种一点用都没有，这种其实就是一个心理安慰，没有任何的作用。大家上电视啊，床伴是啊，是的。我以前，我很久以前，我也是对婚姻有着憧憬的，
以前小时候也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有一天对婚姻非常的恐惧。当然我没有结过婚啊，网上说的那些都是谣言，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一个两个的都结了婚之后，包括我现在跟我以前的同学出来，很少很少，好几年前的同学出来，他们的嘴里都是孩子老公，我跟他们一点共同话题都没有，所以我的朋友可能也越来越少了。关注我有10年，因为我变胖了，所以是孙子就要还有26秒啊，还没有上电视，大家上上电视，大家上上电视。就是以前同学都一个个结婚生孩子之后，你会跟他们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而且他们有了孩子，他们会没有时间出来玩，你叫他们会说，哎呀，双休日已经上班上得很累了，双休日还要带孩子。钱家他是不负责任，好不好？他要是一个就是上班族，你觉得他有时间，或者他跟我能聊得到一起吗？因为他是个主播，首先他的工作时间不是很稳定，然后他一直接触网络，所以他跟我有共同话题。恭喜激将！再加上他其实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爸爸，我就实话实说吧。我觉得他自己都还没有长大，然后他现在做爸爸，他把所有的教育，他把所有的教育孩子，还有孩子的成长，他有些成长估计他自己都没有参与过。你觉得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吗？不是，肯定不是。钱家绝对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因为他自己都像一个小孩子。你就算他现在年龄再大，他这方面都是一个不称职的爸爸。谢谢汉卿，因为称职的父亲是从小要陪伴自己的孩子长大的，参与他每一次成长。他只是给了孩子金钱而已，经济的扶持，他并没有给孩子精神上的扶持和教育。就并不是说给钱就是好的，这一点你们知道吧？你像我爸爸从小到大，虽然我们家不是特别的有钱，但是我爸爸从小到大对我非常的在意，非常的重视。就是他会对我关爱有加，你懂这个感觉吗？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也不是说差，就是所以说很多那种家里特别有钱的孩子，他们会有心理上的问题。就是我接触过好多那种富二代嘛，他们其实都是心理缺失很严重的，因为父母亲他很忙，如果他很有钱，父母亲就会很忙的话，他们就没有时间去重视孩子。孩子可能问他要钱，他会给，但是孩子问他有些情绪上的需求，他们是不会给的。他们会说，我钱已经给了你，你自己去找谁谁谁，我没有时间。那长久这样下去的话，孩子心里是一定会有缺失的，因为爱这个东西，孩子是感受得出来的。爱不爱一个人，不是用嘴巴说的，不是说你花个钱就可以的。所以那种我就认识好几个就那种富二代嘛，我觉得他们心里都是有点问题的，就是不是那种特别健康和阳光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像这种有的富二代，他们说富二代傻，他们对钱没有概念。因为很多富二代他们都是父母就给他们钱，他们要多少他们就给多少，他们对钱没有概念，所以会在女人身上拼命的花钱。他们觉得这些钱就是只要问就有，他们根本就没有赚钱的这个过程，所以他在给女人花钱的时候会非常的大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那种捞女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捞你他们会找这种富二代，说富二代傻好骗钱，是因为这种人他们对钱没有概念。对，因为都是父母给的。250当爸爸了，祝福他，因为我跟他不熟，祝福。没有吃过苦。其实最好的最幸福的原生家庭是家里没有那么有钱，中产阶级吧。
吃穿也不是很愁，但是买不了那种太贵的东西，买不了奢侈品，但是孩子上他生活上是完全支持没有问题的，像这种家庭是最好的，也有时间陪孩子，平时休息的时候也能陪孩子出去旅游，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你吃过苦？你吃过什么苦啊？我的原生家庭算蛮好的吧，因为我父母他唯一一点不好的是他对我有一点点溺爱，导致我可能性格脾气有点不是很好。比美式的苦，那我也天天在吃，比美式的苦那是打工人牛马的味道，牛马的味道。就我父母可能特别是我爸对我有那么一点溺爱，就比方以前他们给过我一笔钱让我去学日语。对，那小时候因为喜欢学动漫嘛，所以就学过一段时间日语。当时我不爱学习，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我跟我爸妈说，我想去日本考日本的动漫学校，想学动画，他们就让我去学日语。然后我中间去学日语的时候学了2天，我觉得学不进去，我觉得我学习能力太差了，就是也跟不上大家，我感觉到了那个班级我跟不上人家，学习进度就一点都跟不上，后面的课我都不去上了，我就每次去上我都在外面玩，我都没有告诉我爸爸妈妈，那时候是上初中吧。后来我爸妈知道这个事情之后都没有说过我，就我觉得我自己很不好，就浪费了钱也没有学习，而且每次出去上课都在外面玩，他都没有骂过我。我就这件事情觉得我自己我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好，就我很不好，然后日语也没有学成，钱也浪费了，之后全部都玩掉了，不知道玩什么。不用跟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1礼拜休息几天，他是在外面上的那种辅导课。对的，我是独生子女，是每周的周6去上课的。盛楠会拉你的，一达，盛楠会拉你的。然后我妈那天就突然提起这个事情，她说你不是说以前要去日本留学，怎么突然之间学了一段时间不学了？我妈竟然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我家里是我爸给钱嘛，我妈竟然都还不知道我为什么不上课了，我为什么没有学。然后我跟我妈说，如果我让我妈知道我说我压根儿就没有上课，我妈真的崩溃了，要把我啪啪啪打一顿。白花钱了。那本书是黄色的，你们看过吗？什么平假名、片假名，黄色的一本学日语的书。我在家里我跟不上，我还回去看了2天，然后第3次的时候我就再也不想去了，因为跟不上，我就在这个整个班级里面，我就感觉自己脱轨了。包括我考大学，我是复读1年才考上的。我学习成绩是非常不好的，就我所有的，就是我考上大学或者是我考上某样东西，我都是被逼迫的。就包括以前考试，我甚至于想过那种很歪的事情，就是我考不出来，特别是数学，我甚至于想花钱去外面找人帮我考，后来我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我觉得我被我爸妈知道，他们肯定会伤心的。所以后来我还是靠自己的努力考了个正好及格，就是我一般我都是正好及格，正好考上，除了那一年没有考好，复读了1年之外，就是不爱学习，容易分心。我做事情，特别是我不爱做的事情，我很容易分心的。我做了这个事情，我中间就想去做那个事儿了，专注力非常的低，混得好得多。那也是运气好吧，运气好。希望你们肯定会以后
考了很好的学校，上很好的班，赚很多的钱。你们赚很多的钱是你们应得的，因为你们够努力，一定可以比我好很多，比我好很多。一切都是刚刚好，就是可能运气会比较好吧，老天比较眷顾我，所以我很感谢我有我现在父母，他很支持我，包括老天给我的运气吧。等一下我帮你们晚上做的那个冥想是关于金钱的，他讲的是你怎么跟金钱做朋友，就是你不要把金钱当成是，就有一句话叫什么万恶之源始于金钱，是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有句这样的话，很不苟同。我适合主播，谢谢小马，谢谢。我其实觉得我也蛮适合主播的。首先这个行业呢，不用去跟外面的一些人打交道去，就比方说我现实工作，我就要面对面跟人交流，我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我很难去面对面跟别人交流，对着电脑屏幕我就可以，对着电脑屏幕我就可以说，因为没有真人，我就可以随便讲什么。还有就是我比较喜欢一个人独处，我不喜欢跟别人聚在一起。所以直播这一行业很适合我，在家里播完就睡觉，然后再起来这个样子。下播之后我一个人，我跟谁说话？我对着镜子说话吗？客服不适合我。要是客服遇到那种很刁难的人，我直接会跟他吵起来吧，我脾气不好。是直播。你说孤独这个事情，我并没有感受到孤独。就是我在家里面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玩得很开心，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我小时候放暑假的时候，我爸妈不在家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我在家里疯狂跳舞，拿着丝巾给自己做服装秀。就是我就是那种一个人可以玩得很开心的人。以前我外婆跟我讲，她说宣子，我小名就叫宣子，因为我小时候外公帮我起的名字一模一样，是吗？大家都是 I 人嘛， I 人就是这样的。我外公帮我起这个宣子的这个名字，然后一个意思，你们不知道我宣子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宣其实是家的意思，宣驿站家港湾的意思。然后子嘛，子其实他为什么不用那个宣？因为他们觉得我是很顾家的，就是我可以待在家里，我非常的文静，一个小孩，所以我外公帮我起了这个名字。子我不是很清楚，子可能就是那种名人都是子嘛，孔子、孟子、老子、韩非子，就是这个感觉吧。对。是这个轩，是轩辕的轩啊，轩就是家的意思呀。你看很多饭店它会叫什么什么轩，什么什么轩，其实就是让人感觉它很文静，它就是一个家，它就是驿站、小亭子，什么什么轩，什么什么轩这样子。这就不用那个轩，因为那个轩它太表面意思了。这个轩还有什么气宇轩昂，就是这个轩其实也有一个，外公帮我起的时候也有一个是觉得我以后可能会很有出息，比男人还有出息的意思，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不知道，我外公是蛮有文化的一个人，他毛笔字也写得很好，所以他起名应该就是有他自己的意思吧，很宣。然后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所以我叫宣子，他就是我的小名。然后我外婆就跟我说，宣子他是一个自己就可以玩很长时间，特别乖巧的小孩子。我妈妈有时候工作忙，就把我丢在我外婆外公家里面，我就拿一个那个小板凳就是你知道那种小板凳中间不是有个洞吗？然后两只脚，我就把它放在我的那个桌子上面当那个售票亭，然后我在这个洞里面做很多很多的那种票，自己做，自己写，自己做。最后我让我外婆当客人，就是那个乘客。然后我在那边当售票员，然后撕下来从这个洞里给我的外婆，
很搞笑。我记得很清楚，外婆说我可以自己玩很久很久，玩很久很久，一个人。所以我外婆外公就很喜欢我，因为我很乖巧，小时候就很乖巧，也不吵也不闹，自己就可以自己跟自己玩。长大了也是这样，对。小时候玩，你小时候玩过什么好玩的东西啊？小时候，你们小时候玩过什么你自己一个人就能玩的游戏啊？过家家，你是男孩子吗？男孩子也喜欢过家家吗？飞行棋，飞行棋我要很多人一起玩，一个人玩不了飞行棋哎，一个人玩的游戏，一个人怎么过家家呀？自己搭积木可以玩一天啊，那你们跟我都很像哎，果然这个世界的磁场就是这样，同样的人会吸引同样的人。这个世界磁场就是这样，你人会吸引比较相似的人，说明你们跟我的性格很相似啊，所以我才可以把你们吸引到我直播间来。大陀螺这么厉害啊！哦，我在图画上看到过小朋友打陀螺，我也在外面看到过，但是我自己没有玩过。你记得卡个牌子啊，既然我们都这么相似，卡一个小牌子吧。谢谢灭对小龙卷。我们11点半开始助眠。我家很早也有小霸王了呀，很早就有小霸王了。我想玩的游戏机，我爸妈一定会第一时间帮我买。哎，你们玩过那个没有 ？PSP， 全班这是我有的第一个有的，你玩过吗？暴露年龄了，暴露年龄了。全班我第一个有的，然后男生在问我借，厉不厉害？啊，我想要什么游戏，我爸妈都会帮我买的。你可能年纪比较小，气质少年。GB 我没有玩过 ，GB 是什么？我第一个就是 PSP， 然后后面是那个Switch 最早期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任天堂的，先是索尼的，然后是任天堂的，两个游戏机我都有。但我的同班同学一般都是玩个，不是Game Boy 我没有玩过，我玩的是再新一点的了，也是掌机，忘记是哪个版本的了，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我第一台游戏机就是长的 PSP， 然后很多人都问我借，然后一借就是借个2-3天，一借就是借个2-3天。我想后面我随便问你们借，你们得付我钱，得付我钱。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也是的，上大学的时候还卖眉笔，谢谢叫爹。哦不对，上高中的时候我还卖眉笔，可搞笑了。就那个时候我化妆特别厉害，上高中的时候我化妆特别厉害，虽然我现在化妆也很烂啊，但是那个时候我化妆比较早，我比别人这方面比较早开窍。像我化妆的话，我是很早就开窍了的，所以我用的眉笔他们都要用，然后我就从我让我爸爸去义乌帮我进，因为我爸爸的祖籍是浙江义乌嘛，那个时候我爸爸以前会回老家，然后我让我爸爸跟他的那个哥哥说，让他给我寄一点，
去小商品市场批发一点眉笔，然后给我批发了大概2大包的眉笔，还有那种夹子，夹头的那个夹子，就是那种小夹子，还有耳环，大概批发了很多。上次去过一次，批发了1-2千块钱的东西，然后放到家里，就是我大伯伯放到我家里，然后我就开始卖。我记得那个时候耳环我批发过来的话，一大包是30个耳环，一副耳环只要几毛钱，就是很便宜，只要几毛钱。但是它的缺点是在于它一定要几十个起买，然后买了一部分放到学校去卖。我卖他们10块钱一副或者几块钱一副，好像便宜，进价只要几毛钱，赚了点小钱，买零食，没有卖完，现在家里都还有呢。可是义乌的东西真的很不好。我妈妈她那天从那个不知道从哪个地方翻出来，所有的耳环上面的珠珠啊那种东西啊全部都掉了。不过这么多年了，掉也很正常。卖眉笔卖的最好，现在家里都还有，对，全都掉了，很丑，就是上面的粘的那种胶啊什么的全部都掉下来，而且都生锈了，粘在一起，就是那种糊糊的感觉。因为一直丢在那儿，搬家的时候就是一直拿，几毛钱。可是你知道吗？我以前在城隍庙我也进过耳环，因为那个时候城隍庙不是也有那种小店是专门进货的嘛？你们可能不知道。今天感觉清晰吗？是吗？那种耳环会贵一点，它一副进价就要20-30块钱啊，我卖的话要卖60-70啊，就是很贵的那种耳环。到现在还能戴，而且它所有的耳环全是925纯银的耳针，这个925纯银的都是，现在还可以戴啊，也是很早以前进的。那个质量好，那个据说是什么韩国进口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还去七浦路，那个时候跟我爸妈一起，我让我爸妈给我开那个服装店里面卖耳环卖衣服。衣服都是从七浦路进的。七浦路你们去过吧？上海七浦路。密码本，结果什么是密码本啊？什么是密码本？是不是那种带锁的那种？亏了是什么意思？怎么会亏本？是不是货积压了卖不出去？有带锁的吗？是。你卖多少钱？那你剩下的本怎么办啊？你亏的那些本你自己用吗？Hello， 谢谢博士爱泡面。那个能强行破坏，怎么破坏啊？谢谢博士，一发入魂，恭喜博士一发入魂，恭喜博士。谢谢博士的坏守护，爱你博士，爱你博士大博士。放在家里后面堆了几年，搬家都扔了，纸都会发黄了吧？那种纸那么长时间。那个深蓝把博士拉进我们的高级群吧。他不用了，这种肯定都锈掉了，我觉得那么长时间都锈了。就只能扔掉了。就做这种小生意特别好玩，特别快乐。我其实那家服装店基本上是不赚钱的，我那家服装店我爸妈帮我开的，还装修什么的都是完全是因为宠溺，就是我想开他们就给我开了，花钱给我开了。现在想想我真的蛮败家的，就开这种东西有什么意思？而且关键是我开的是这种服装店，我自己还不看店，我自己还在外面谈恋爱，实在是太不好了。就是我开了店，我说我想开店，除了进货跟我妈一起去之外，其他时间我都在外面谈恋爱，在外面玩，剩下我妈妈在
店里面看店，有时候我妈有事儿还雇了个人，花了钱找了个人在店里面看店，败家。和谁谈恋爱？和男人谈恋爱？难道和女人谈恋爱啊？我去我的交友厅逛过，我没有交友厅。你是去深蓝的交友厅吧，博士？深蓝他在跟你说话。深蓝有交友厅的吧？深蓝是不是直播交友厅？最后的那个衣服其实我卖的差不多了，剩下的衣服就自己穿了，因为我们衣服都进1、2件的，剩下的衣服反正我自己也能穿，我妈也能穿，就穿了。哎，我跟你们说，一个女孩子她一定是长得好看一点，她一定是谈过很多男朋友，她不可能只谈过一个的。然后还有那种说什么黑了什么臭了的，他可能是这辈子都没谈过女朋友。而且我觉得就是那种说什么要什么处女情节的这种男的，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就是我觉得一个男人到了25岁到30岁，如果还没有谈过恋爱的，那我觉得这种人我都不敢要。我宁愿他前面谈过女朋友，那算是一种经历好吗？能让自己成长的经历。大学一定要谈恋爱，没有谈过恋爱你算什么男人啊？哎，不是说你们啊，我是说那种人。如果你们没有谈过恋爱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收回我刚才的话，你们可能没有谈过恋爱是因为工作忙，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是那种人，我说的是那种人啊，我没有说你们，我没有说你们，我没有说你们，没有说你们，就是男人啊，你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能谈恋爱一定要去谈恋爱，千万不要错过。就有一些男孩子他们可能是因为比较内向，或者是因为不会太主动去跟女孩子去说话，然后去追求，所以他可能到了很久以后都没有跟女孩子谈恋爱。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的是，如果你们喜欢哪个女孩子，你们一定要去追求，你们一定要大胆的说你喜欢她。没钱当然能谈恋爱了，以前大学的时候谁有钱啊？大学的时候谁有钱谈恋爱？谁有钱啊？不是有钱就能谈恋爱，大学的时候大家都没钱，不照样谈恋爱吗？谈过恋爱肯定做过呀，就是你们的思想可能是活在清朝还是怎么样？你们知道国外有那种成人仪式吗？你们知道国外那种到了18岁之后他们会搞 party 吗？怎么可能不做？你跟别人在一起做这个事情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儿，这是一个男女之间应该发生的事儿，自然而然应该发生的事情。做这个事是很丢脸的，是吗？是很丢脸的，是吗？现在是2026年了，2026年了，也不是新潮，是保守，就是没有太多经历的男生，其实跟他谈恋爱是比较累的。所以我谈恋爱的话，我肯定会选择有一些恋爱经验的人去谈，我反而会选择有恋爱经验。包括如果我是男人，我也会去选择有恋爱经验的男人。我是男人，我会选择有恋爱经验的女人，我不会去选择一个到我这个年龄30多岁还没有谈过恋爱的女人，我不会选择。怎么说呢？我是觉得有恋爱经验的其实是多少会给他增加一点成长和经验吧。就是他从别人那里会学会怎么去爱人，怎么去对待别人，有些什么话不能说，有些什么事不能做，算是一种经历，我觉得是非常需要的。你喜欢没经验的好糊弄。国外的离婚率不是很高，国外的离婚率不高，国外很重视家庭，可能你没有了解过，国外人本来就少。他们是这样的，国外的人是这样的，他们在没有结婚之前，他们可能会是很多人会有追求的，就是比方说我没有结婚，那么那个人追求他也可以，那个人追求他也可以，谈恋爱想分手也可以，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结了婚之后，如果你出轨或者是你把别人绿了，那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他们是极力制止的。就是
他们家庭的观念会比我们这边更重一点，而且在国外的话，可能对于老婆，他会把他当成是自己人，孩子会把他当成是外人，他们会这么认为。大部分人，我只是说大部分人的观念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这是教育，他们的教育就是这个样子的。国外是哪国啊？哪国？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看很多美剧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很多美剧他们会宣扬家庭非常的重要，是这样的。这我不是很清楚，我的言论不代表了所有，或者是你们只是听听笑笑，听过就是，你不要太当真，因为我也是看美剧看的，我也不是说在国外生活过或者怎么样，我说话没有什么权重的，你不要太在意啊。我只是看美剧看的比较多。不要到时候又跟我说什么这个主播讲怎么的，我现在已经声明了，我讲的话没有任何的权重，我只是看美剧看得多，发表自己的言论而已。你们不要把我的言论拿出去断章取义或者是怎么样。到时候又给我搞什么欺骗什么的。对，你就当我在胡扯好了，你就不要太把我什么话当回事儿。因为我是觉得我是一个家庭观念比较重的人，就是我一旦结婚了，我一定会非常非常重视家庭的，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可能是因为我看了很多剧是这个样子，我特别赞同这一点。我自己是这个样的，但是我如果在结婚前我选择对象的话，我会非常非常的谨慎。如果我不喜欢这个人，我不会将就，我肯定会是找到一个真的是各方面我都非常非常好的人，我才会结婚。要不然我就不结，因为我一个人也能过，就是这么解释。我现在一个人已经是99%了，就在我的现在的感官里面，我现在是99%了。增加一个人出来可能会到100%，这不好吗？但是如果说增加一个人到50%，我为什么要去增加这个人呢？所以在增加这个人的前提上，我要考虑他可不可以那1%，他不是那1%，我宁愿不要这样子。各种的，你说各种是哪种？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有些人对那方面要求高一点，有些人对情绪要求高一点，有些人对外貌要求高一点，有些人对金钱要求高一点，有些人也喜欢有趣一点的，有些人喜欢壮一点的，有些人喜欢黑一点的，有些人喜欢白一点的。你说的是哪方面好啊？每个人要求都不一样啊。这个不能说是你觉得好，那不是别人觉得好。极波又大又长的1%，不知道。每个人他都有自己喜欢的心目中的一个对象吧。比方说有些人我的闺蜜她找了个男的，我觉得什么东西啊，然后之后她就会跟我讲你不知道他有些方面很厉害的。什么方面啊？他说脱口秀非常的好啊，他是脱口秀演员。然后我就在想，脱口秀演员我都不认识他在这个领域里一点名气都没有。他说脱口秀的时候好有魅力哦。他就觉得他在一个他不知，就是他自己非常不这个领域他根本就不了解，或者是他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他觉得在这个领域里面，这个领域他不了解，所以他觉得他这个领域很厉害，他放光芒。可是我就觉得我觉得这个脱口秀讲得好像并没有觉得这个人有很大的魅力。就是这种感觉，你懂吧？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你喜欢做主播领域很强的，你以为是哪个？就是
我有一个朋友长得非常漂亮，人非常高，身材非常好，皮肤非常白，眼睛非常大，鼻子非常高，嘴巴非常小，头发非常长，反正就是美女中的美女。但是她找了一个男的，非常的矮，非常的丑，然后非常的没有趣，非常的哇，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就是这样。说的是我吗？说出来不是我，没有钱，没有钱，甚至于还住在我朋友家里。我朋友他租的房子，他住在我朋友家里面。没有长处，他的长处就是可以跟他打语音电话，时刻会告诉他他在干嘛，有的时候可以给他打1个小时的语音电话。为什么说你啊？没有钱。就是吃饭的时候也会拿起语音电话聊起来，然后说啊我在吃饭，你看这是我的朋友，然后他在做什么出去就他会发消息给他那个男朋友啊，说我今天去这里啦，去那里啦，这样子。不是，他要的东西是重视和爱吧，就是无时不刻的告诉他他在干什么，觉得很重视他，这样是对，这是情绪价值。是的，安心明说的对，他的要的情绪价值是这个。这不正常情侣都会吗？不是啊，不是这样的呀。有很多人工作忙，他是不可能随时随地分享给你这些事情，是不可能跟你打1个小时的语音电话的，甚至于视频电话。然后你去干什么都要跟别人去说跟报备。我就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我就不喜欢打电话，我巨不喜欢打电话。大家把虎粮送上，我们准备开始助眠啦。你博士，我肯定没有你学历高啊，我差你两个等级。博士肯定是很厉害的，这个没得说。不打电话打视频可以吗？我最讨厌打视频的人，我最讨厌跟我谈视频的人。你是院士，这么厉害吗？我就是本科，对，很普通的本科。我学历有水分，那咋了？我本来就有水分呀。首先我是复读的，其次我是艺术系的，就是水分很大。那怎么了？那又咋了？我有水分咋了？我又不靠我这个学历去吃饭，我又不是什么那种靠学历的名人，我干嘛？不明白。他说那句话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在跟我开黄腔？什么意思？什么黄腔意思啊？不会是好吧，好猥琐哦。你是流氓吗？这是哪里来的心梗啊？你到底是不是博士？我不相信博士会说出这种话来。流氓。
点点破，这有点破，但是没有关系，反正就扔掉了。
黑丝。小兔在这儿呢，小兔子。四只山。直播刷什么下班？你要我下班？
准备好了下班。他们看，深蓝，深蓝，他是刷什么下班啊？你觉得？娶我？你为什么想娶我呢？我跟你又不认识，我们只是在直播间认识而已，我也不认识你。而且我跟你说，宁宁，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们睡前会做冥想的，而且宁宁，女主播都是骗人的，女主播都是美颜出来的，又化妆又美颜，实际上真人会大打折扣。谢谢阿姨的粉丝同行证。不要相信女主播，看看就好了。想看猫咪，没有学习真的资料，没有学习资料。展示过，女主播大部分都是美颜出来的。没有啊，我没有学习资料。我们这不是学习的，我们这是放松的，放松的。大家好好睡觉的。猫在睡觉，它在睡觉。如果你觉得烦着的话，你就因为我这个话筒，你不要看画面，不要看画面，没关系，我话筒这样子是这样子，这样就不烦了，这样就不烦了。因为是这样的，你们女主播她是给你们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和让你们看着开心，看着分泌多巴胺的。走到现实的话，就会失去那个感觉。对，所以你们可以在线上给我送礼物，表示支持我。如果你还想继续看到我的话，线下尽量不要，尽量不要。ZLZ 纹身蓝，你要看哪只猫呀？你可不可以开个牌子？开一个牌子，我抱过来给你看一下。你要看哪一只？随便啊。好，那你相信我真人线下就长这样吗？你相不相信？好，谢谢，谢谢。深蓝，你跟 ZLZ 说一下。有的有冥想，有的大家把牌子带上，把牌子带上。我去把年年带过来，我去把年年抱过来给你们看。记得点关注，我去把我家小猫带过来。
丝袜卡在屁股缝里面。黏黏好不好？只敲了。谢谢冷轩，谢谢冷轩。谢谢冷轩，冷轩运气真的好好。他可爱吗？他可不可爱？他的名字叫年年，因为他特别的粘人，所以给他取名叫做年年。他挺周全人的啊，运气真的非常好。谢谢晴天。他的小鸡鸡已经看不见了，他的小鸡鸡已经缩进去了，就在这个位置，看也看不见，这么小。直接送魔法书点播就可以了。这题想听什么呀？因为它真的很小，它天生就很小，因为5个月就被绝育了，所以都还没有发育，就没有蛋蛋。而且它天生好像就比其他的猫还要小吧，可能。对。晚上好。没有脾气的，脾气很好的，看怎么弄它都不要紧，随便怎么碰它，随便怎么抱，随便怎么打，随便怎么弄，你都不会生气的。脾气非常好的小猫，不会生气的。它
绝育了，掉毛有点厉害。人都乖啊，都乖呀，脾气多好呀。你有聪明毛吗？好像没有啊，一丢丢聪明毛，非常的小。跳跳有很长的聪明毛。那我们在那边玩工作了，你在我背后躺着。这个是德文。怎么觉得不聚焦这个相机？它不是很聚焦的。找到别的地方去。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太奇怪了。家有4只猫咪。怎么啦？啊？年年，年年，过来。年年，他要出去了，他要出去，他想睡觉。我今天不想过来。出去吧，去吧。戴眼镜还是不戴眼镜啊？帮我看看。戴眼镜是不是有点傻？不戴了。
明天魔法书点播，魔法书，你想1点钟。
就是做节目，他就是做节目，打电话而已，怎么就变成表了？你们是不是想延时啊？想延时的话，明天，有一个品牌，他在虎扑，听到我说话。有一个品牌，他在虎扑，我帮他们做了一个广告，就是那个专门延时的喷雾，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就可以让你们时间变得更长一点。明天你们去看虎扑，虎扑我会发一个帖子，然后那边好像是有一些福利啊，还有一些周边啊、明信片抽奖什么的。如果你们一个是想要买延时喷雾的话，还有想抽我的周边，可以去虎扑看一下。明天5月20日。不需要，8个小时也不需要，几分钟的需要。我把妆化的淡了一点。就是眼妆化淡了一点，其他没有改变。听说明天要高考啊？高考不是5月19日吧？声音不是投票。大部分男的都差不多几分钟啊，长一点的大概10几分钟吧，8个小时比较少。
点播好吗？你们不要光说，看看我的流水。你们有那么多要求，我一个晚上赚1.5块，可不可以稍微给我一点支持啊？有想听那个，想听这个的，给主播一点支持啊！不可以，那我也没办法了。你就看吧。可以啊，你打字也可以啊，就是不要对我提要求。你对我提要求的话，你就给主播一点鼓励和支持。我说了提要求，你就给主播一点鼓励和支持。谢谢小薇薇，谢谢。不要光说，不要光说。谢谢 Jackie， 谢谢。
大脑的潜能。这个音乐是，你只要戴上耳机，用心的去听它，两只眼睛盯着画面，脑袋放空，不要想其他的事情，将自己集中在音乐当中，放空。我们的大脑因为放空将会激活它的潜能，这是一个神奇的音乐。要戴上耳机，用心的去聆听它。放空，再放空。我们的大脑只被激活了1%，剩下的潜能，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让它苏醒。集中注意力，不要分心。集中注意力，不要分心。集中注意力，不要分心。看看你的大脑能激活到什么程度。下面我们将进行冥想练习，配合我们的这个激活大脑的音乐。给大家戴上耳机，我们准备开始冥想练习啦。现在，我将给大家一个指令，在听到冥想动作响时，我们可以轻轻地闭上眼睛，来开始今天的冥想练习。
你将可以把这一段录下来反复的收听。今天的冥想练习是帮助你构建与金钱的健康关系。无论你与金钱的关系是否紧张，是否焦虑，是否恐惧，还是匮乏或疏离，此刻我邀请你放下所有的评判，以一颗开放的心，以全新的眼光去看待金钱。在我们听到冥想钟敲响时，轻轻地闭上你的眼睛。好，我们双脚平放于大地，感受大地对你稳固的衬托。将双手轻轻地放在你的腹部，感受你的呼吸，就像感受潮汐的涨落，自然而稳定，充满韵律。首先，让我们温柔地去觉察，当想到金钱的时候，你的身体有何感受？胸口是否会发紧？腹部是否感到不适？让我们用呼吸轻轻地抚过这些感觉，不评判，不抗拒。现在想象你手中捧着所有关于金钱的旧信念，比如说赚钱很辛苦，我不配拥有财富，金钱是万恶之源。看着这些信念像枯枝一样，随着一次又一次深长的呼吸，从你的手中飘散远去。现在让我们心中种下新的种子，请跟着我的心，你的心在默念这些话语。金钱本身不具备任何善恶的属性，它的意义由使用它的人去赋予。金钱可以成为我践行使命、服务他人、创造美好生活的强大工具。金钱让我能够照顾所爱之人，也为他人带来帮助。我与金钱是朋友，而非主仆。我不崇拜他，也不鄙视他。我放下对金钱所有的恐惧与贪婪。我选择以平静和智慧来看待和管理金钱。我值得拥有金钱，正如我值得呼吸空气。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我的价值远远超过金钱所能衡量的。我越是接纳我自己，金钱越愿意来到我的身边。我允许金钱轻松喜悦地流入到我的生活里，
我接纳财富以各种形式来到我的生命。追求财富与保持精神丰盛它并不矛盾。赚钱的过程可以轻松而愉快。我在学习创造价值，而价值自然吸引金钱。我可以成为一个富足的人，也能够管理好我的财富。财富的增长能让我和周围的人都受益。我相信自己，我相信我拥有创造财富的能力。现在将你的注意力带回到你的掌心，来感受这里有一份温暖的在流动。这就是你与生俱来的创造能力。让这份温暖慢慢的扩散，充满你的全身，去感受它在你的心口微微的发热。这是你感受爱和给予爱的中心。现在将这份感受想象成一道稳定的金色的光，从腹部慢慢的扩散开来，像温暖的泉水缓缓地流遍你的全身。感受金钱作为友好的能量，在你的身边自由的、和谐的流淌。这是生命本来的丰盛，正在滋养着你。感受金钱就像生活中其他的祝福，自然地流向你，支持你，然后继续的流动。你既是被滋养者，也是分享者。让我们把这份信念带入到更具体的场景。当支付账单的时候，在心中说感谢金钱带来的便利和服务。当获得收入的时候，在心中说我欢喜地接受这份对我价值的认可。当考虑投资或理财的时候，在心中说我会用心规划，让金钱发挥更大的价值。当看到他人富足的时候，在心中说每个人的丰盛都会让世界更加的美好。现在让我们许下真诚的承诺。我感恩每一笔收入背后的意义。我用快乐的心态去创造价值。我保持开放，迎接新的可能。我学会明智地使用金钱，让每一分都花得值得。深深的吸气，缓缓的呼气，吸入丰盛与安宁，呼出紧张与担忧。现在我们可以慢慢地把意识带回到现实。当冥想中敲响时，这份全新的觉知将开始指引你未来的每一个财务决定。
感受这份全新的健康的关系给你的平静、信任与力量。好了，现在活动一下手指和脚趾。当你准备好的时候，温柔地睁开双眼。请记住，财富如同阳光和空气，是生命自然的馈赠。愿你与金钱温柔的相处，活出踏实而丰盛的人生。好了，冥想练习结束了。如果说你想再次听到这个冥想练习的话，可以把我刚才的那一部分录下来，反复的收听就可以了。其实很多人可能觉得做冥想练习没有任何的帮助，或者你们觉得做冥想练习很无聊，但实际上冥想其实可以带给你的远大过于你自己的想象。如果你每天去坚持做冥想练习的话，你的心态各方面都会改变很多。很多人可能觉得很无聊，我听不进去，没关系，我们今天听不进去，明天再听，明天听不进去，后天再听。当你真正的能在冥想练习当中得到价值的时候，你就会真正的喜欢做冥想练习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每次做冥想练习的时候，我会说呼吸，在呼吸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关注在呼吸上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去专注的做这一件事情。我以前是一个专注力很差的人，自从做了冥想练习，我的专注力变得非常好了。已经现在我在做一件事情就没有那么容易的去分心了。包括我们在做冥想的时候，如果专注于身体的放松，那也是一种专注，那你的身体就可以大大的得到比以前更高的放松，更多的放松。这就是冥想练习的好处。当然现在我觉得可能听不进去的人也很正常，我们刚刚接触冥想的时候确实很难去集中注意力去听这个。但是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听到冥想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闭上眼睛，只给自己10分钟的时间去把我的冥想练习去完成，这样会给你非常好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说失眠，我做声音也好，做各种的洗头的声音、触发音、掏耳朵也好，它并不能解决你的根本问题。因为你的失眠很多时候是大脑太活跃了。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冥想去治疗失眠的话，它的效率会更高一点，它可以从根源解决你的失眠问题。整个虎牙平台没有人做冥想练习，因为所有的冥想都是我自己写的，我也系统的去学习过这方面的。但是我知道在虎牙做冥想
听的人寥寥无几，可是我还是会坚持的去做，因为我知道总有人会喜欢我做的冥想练习。好了，那冥想今天的就结束了。那如果有什么小礼物可以支持主播的话，大家可以送小礼物，点个关注，卡牌子都可以的，谢谢你们。有很多心理咨询师，他们会给，就像刚才有人说他锻炼大脑这个潜能，我们刚才是锻炼大脑的潜能。有很多心理咨询是付费非常的高，你到了那边之后，他帮你去治病看病，基本上也是给你做冥想练习，几百块钱1个小时，已经算便宜的了。你不要到时候真的有心理问题的时候，才想到啊，以前宣子在直播间做过冥想练习，对吧？收费很高的，没有骗你们。今天没有什么抽奖的东西。我们冥想也做好了哦。冥想练习做好了，没有结束，没有结束。去找过，你去看过心理医生吗？看会儿耳朵我就洗。没有什么抽奖的东西，我看到没有什么抽奖的东西。情书抽出什么吗？今天流水太少的话，我可能会早点下。啊，抽情书还是抽如意结啊？你们？再冲一下流水，冲不上就算了。那你睡呗，你睡呗，欣欣，你不要等我睡再睡。抽如意结，抽如意结，试试看如意结吧。抽如意结。上电视了才可以抽几个。小龙虾，现在有小龙虾了吗？我只吃白灼的，那小龙虾太麻烦，不想吃还要剥，不想剥太麻烦。我明天还要早起，明天中午要起床。谢谢多远。明天直播的，但我明天要早起，明天可能手机播。
谢谢了，我的魔法师，谢谢。爱你哦。谢谢罗雪。再上下电视，上下如意结。Hello， good child，Hello， 晚上好。世界杯要来了，每次世界杯都在暑假。好久没有看世界杯了。我就没看了。我去年也没有看世界杯，今年我也不会看了。到世界杯，就有好多人会赌球。老虎，你不要理他，我都懒得理他，不想理他。这种人你理他干什么？这种人你以后不要理他，我理都没有理他。你看，大家上上电视啊，大家上上电视。整场直播总有一些傻子，每个傻子都理的话，我都变傻子了。
上去喷别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挑别人的这个词那个词，没有见过。只有生活不愉快的人才会来网上找存在感，所以我也不想，我觉得这些人很可怜，就是已经不愉快到网上去找存在感了，真的很可怜。生活有多么不幸福啊！唉。恭喜儿媳，送的多，果然中奖就多。所以啊，你只要理解这背后的原因，你就不会因为这些人生气，因为他生活的很不愉快，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你就不用去跟他一般计较。而且他越说你什么，他越缺什么，一般是这个样子。他喷你丑，他自己长得一定丑；喷你胖，他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反正就是缺什么就会喷别人什么，就是这样的人，你都不想理。相由心生，没有必要发出来，没必要，就是我觉得人家已经道歉了，就没有必要。一开始就洗过头了，很麻烦了。完了，然后你还想听什么声音？再做一个声音我就下了。想听什么？Hello， 交界线。随意呀，这个球球吧，球球的声音呢？我想保守就保守，我想性感就性感，我想甜美就甜美，我想御姐就御姐，我想怎样就怎样，没有为什么。我保守或者性感，保守还是性感，你都不会给我送礼物，所以我保守还是性感，又怎样呢？我性感一点，你就给我送礼物了吗？
不哀伤，是你哀伤，深夜哀伤，因为没有太阳。因为没有太阳，太阳它是生命之源，因为太阳可以让人分泌很多的一些激素，但是天黑了之后，一个是它没有光了，没有太阳了，人的情绪就会下降。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看一些比较温和的东西，也不要看太刺激的东西，让自己晚上睡觉就好了。所以晚上会比较容易哀伤，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不用在意。白天的话多晒太阳，多晒太阳，太阳是非常正能量的东西，这是非常正常的事，不要担心。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它有很大的能量，所以我们要多在白天活动，多晒太阳，这样晚上就不会哀伤了。晚上只会很累，只想睡觉。但是你记得晒太阳的时候要涂好防晒霜，不要把自己晒伤了，不要把自己晒伤了。又来了，我喜欢怎么穿就怎么穿，你管得着我吗？没有怎么，我就是爱着，我爱怎么穿，我想怎么穿就怎么穿，烦死了，烦死了。穿的不严实，你给我送礼物吗？你都一集都没有，何意味？何意味？谢谢九姐，谢谢。我又不是天天都穿得很露。现在超怪，一次都没有来过，一次都没有。像最近意。记忆值很美，很美。说穿的严实，就不用担惊受怕的。谢谢九姐，谢谢。可以啊，老五可以啊。OK， 谢谢九姐，谢谢。我觉得挺好听的，我觉得挺好听的。刷一下耳朵。这个其实不是腮红刷，这个东西是
刷那个指甲磨了之后这样子，那不是在后刷，做指甲用的。我知道很多人说我在外面从来没有碰到过很多奇葩的人，但是来了我直播间，发现网络上奇葩的人是不是很多？让你们见识一下，网上有多少奇葩的人，也算是一种经历吧。平时生活中还见不到。这个不是咱粉刷，搞指甲的。怎么样的神人？谢谢米斯利。其实好多人上网，但是在网上看那些评论的，我有时候也会喜欢去网上看那些评论，那些评论真的很好笑，非常好笑。谁不知道有这么多？全都是人才，全都是人才。真的全都是人才。这种人你就不要跟他讲话了，不同意他讲话。我都在想他是怎么活下来的，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念的话就是回放了，你想听什么？雨莎，你想听什么？你想听什么声音？心跳要不要听？因为我要下了，准备下了。很厉害的。你没有想听的声音，我就要下了，准备要下了。这个是没电啊，谢谢。谢谢恩人的旋转木马，谢谢。那听个心跳，然后展示一下，我就下了，好不好？也不早了，1:19了。想听博也可以，那听博吧。
点点关注啊！你下次找不到我了，不点关注，下次找不到我了。我就把它当抹布来给你擦灰。